乱世必然造就英雄而现在的赖清德显然就不是，美国已经不是世界霸主，美国军事霸权，炸一个胡塞武装要派到3艘航空母舰，搞不定。美国的金融霸权这一次也在告诉大家它的不稳定性。那文化霸权这一次一弄，台湾人还会相信美国人吗？所以为什么中国抛砖引玉开第一枪？当然还是有一些下跪诚信的国家、下跪诚信的领导人想要跪跪看有没有机会跪出来，可是跪出来会有好结果吗？你搞错了，川普本来就没有要跟你谈公平，政府不要一直骗，在记者会上面去讨论怎么样的不公平，就是黑帮老大要向你收保护费，政府喊的口号很漂亮，我可以直白的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如果美国会把关税降到0，他根本就不会玩互惠关税。所以台湾的老百姓，你就算支持政府，也拜托理性一点，面对现在真正的挑战。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专家评估这一次的贸易壁垒数十年来取消，哪怕后面川普有新的继任者，关税会成为美国主要税收来源，撤销更是难如登天。但这不至于9号上路，怎么可能？10%是没有任何谈判空间，因为长期世界上平均的国贸关税约莫在3到5%，也有说2到8%之间，因为签订了大量的关税协定、FTA 区域组织等等，所以他说10%就代表川普是有研究过的，就是要把你世界上的平均关税直接加1倍，所以一旦变10%，等于我们的贸易难度就要上升1倍。另外一个专家就举了一个例子，美国对报复欧洲对美国养殖机的轻型卡车的机税，到今天仍未撤除，关税一旦上去就很难下来。川普的目的是将关税作为谈判工具或刺激国内产业，这个策略注定要失败，因为国家会发动报复。Chris Michener 这一位教授，他讲的反而是最基准的。美国这么一干，基本上跟美国签订的任何条约都成废文啊，下次合作都非常难。所以未来会发生第一，爆发战争的风险急剧上升；第二个，美元霸权的拆毁会导致世界性货币更加的混乱，所以世界的汇率更加难以预测。第三，美国这一轮就已经不再是世界霸主了。美国有3大霸权：美军、美金、美语。美国军事霸权现在被俄罗斯看破手脚，炸一个胡塞武装要派到3艘航空母舰，还搞不定，什么跟什么啊？美金，美国的金融霸权这一次也在告诉大家它的不稳定性。那文化霸权这一次一弄，台湾人还会相信美国人吗？有，青鸟继续相信。我今天做了一个投票，面对川普关税核弹32%，你认为台湾应该立刻禁止台积电赴美投资进行对等报复吗？92%支持，所以老百姓憋了一肚子火嘛。那一群废物政客继续的相信美国，为什么美国这一轮要对他硬对硬？美国没有底气了嘛，美债已经高到史上最高了。那回过头来问题了，美国今天对全世界这样玩，如果大家都反向对他进行对等报复，可是非美国的国家签订了一大堆 FTA 区域贸易、关税对等等等的协定，请问是世界失去美国，还是美国失去世界？所以为什么中国开第一枪？这叫做抛砖引玉。当然还是有一些下跪诚信的国家、下跪诚信的领导人、下跪诚信的政治人物，他们会继续跪，想要跪跪看有没有机会跪出来，可是跪出来会有好结果吗？乱世必然造就英雄啊！我相信在这个乱局之中，台湾会有新的希望崛起，而现在的赖清德显然就不是这种人。全球都股灾，这件事情真的是全世界性的灾难，因为川普正要发威对等关税。6号他一宣布，全世界都10%，没有任何转换空间。对台湾9号直接升上32%。这边要先来请教一下翁 P， 川普为什么要去实施对等关税，而且它的幅度之大、力道之深，它到底逻辑是什么？另外，美国的民间反应是什么？这个恐怕不是短期或者是它一时兴起，而是如果你长期来研究美国的共和党比较激进的保守派，其实包括他们在智库里面的讨论，就认为美国遭受到全球化自由贸易负面的影响，还会导致产业链外移，这也导致他们很长期以来就在规划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局势能够扭转。而如果我们仔细去研究川普上台之前，就有人很担心2025计划，事实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些蛛丝马，只不过来得又急又猛。很多人都在看方程式，其实如果你去深究方程式讲它有没有道理，那你就踏错了第一步。因为对于川普来说，这个摆明了不是一个理智的讨论，它比较像黑帮老大要向你来收保护费，可是呢他又要
展现我是一个文明人，所以找了一些学者或者是用一些理论弄出一个公式，让你说我还是文明人。现在台湾的政府在记者会上面去讨论说怎么样的不公平，你搞错了，川普本来就没有要跟你谈公平的。对现在的共和党来说，他要看到贸易是没有顺逆差才叫做公平，这是完全不符合传统国际贸易的逻辑。所以光是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他所见到的贸易原则跟我们大家认知的是完全不同。至于川普这个关税会不会持续执行下去，根据最新川普在空军1号上面接受访问，川普非常强硬，除非今年各个国家要来谈判的都先缴出一大笔钱，让我心情好了我再来讨论。所以他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美国利益优先，必须要说这一招相对于跟美国没有办法有制衡能力的小国，可能真的不得不低头包括我们台湾在内，这是很无奈的部分。那美国国内非常两极，有非常多反川普的示威活动在美国各大城市蔓延，可是美国到目前为止，川普支持者毫无疑问的会觉得好像有一点震荡，可是到目前还是支持他的。毕竟整体来说，美国股市并不是影响所有的庶民百姓，反而会觉得川普正在改变美国的体质，所以短期之内他在国内的支持并没有雪崩式的下跌，他就会继续运作。所以美国的政府会说，关税不管谁来谈，至少都会执行一段时间，他就是要让大家感觉到恐慌，这是他的主要目的。而且他都说了，短痛是必然的，所以大家要承受。现在看起来要让川普改变想法，难度蛮高的。这个是长期还是短期？因为他们现在讲是短期，可是我认为是一个长期。第一个，它的关税低消是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的，唯一谈判的空间是那60个享受到高关税特殊再加高的，包含台湾32%，它可能有斟酌减免的部分，但斟酌减免部分你要拿更多的钱去填这个窟窿，就像现在赖清德鸡飞狗跳的状况。美国现在告诉你，你没有资格跟我谈判，你最好来朝贡。你来朝贡，我就要看看你朝贡的东西有没有价值，有价值，那我们就可以谈。可是每个国家在谈判上手上的筹码程度不一样，台湾其实有蛮好的筹码，当然台积电就已经是主动去投资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只好继续的加码。那继续加码有没有办法超过前面，让川普更有感？原来台湾还可以给的更多，所以我来调整这32%。那问题是什么东西有价值？这是我们台湾现在遇到的一个很大的挑战。问题是有没有设定一定的目标？就像我曾经有公开的说过，都是吃亏的情况下，我们至少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要把关税拉到跟竞争对手日本、韩国一致，这样子我们才不会在后续的竞争力上面我们变成一个弱势。老实说，即便是跟竞争对手日本、韩国一样的，通通都是20%的关税，我们已经吃亏了，因为我们已经把台积电送到美国去投资了。所以不管你砸多少的钱去补助企业，开多少的专线电话，大家根本不知道政府到底有什么对策，那人民怎么会安心？政府喊的口号很漂亮，我可以直白的说，不可能谈到台美零关税的，不要一直骗或者美化这个状况，这不是唱衰台湾。这个如果美国会把关税降到0，他根本就不会玩互惠关税，他就是告诉你说，我要用最大的力量逼迫你们把所有的利益都交出来。所以台湾的老百姓，你就算支持政府，也拜托理性一点，面对现在真正的挑战。再来是思考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说服美国的。现在美国已经说了，希望半导体整个产业链全部回到美国，这个是共和党的想法，可是实际上他能不能做到呢？就算川普4年拼命的搬台湾的产业，也很难做到，这是事实。可是问题，台湾如果没有办法让企业安心，那么企业主他就会说，我承受不了美国的压力，我只好配合的全部来进行转移的动作。可是如果台湾有一套对策，帮助企业怎么样跟美方来进行策略的谈判，让这4年能够平安的度过，就算要转移，不要是大规模快速的转移，就算承诺对方设厂，其实还是可以做表面功夫。这是很卑微的做法，可是这也是非常务实守住台湾利益的做法，这个是政府应该至少要做到的事。那我觉得现在手上握有权力的人只有一种对策，就是把大家当成笨蛋，对内打大钱来补贴，对外大哥你说了算，告诉美国我们愿意全力配合，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制。我不是教你诈，但是台湾现在需要这个诈。你看和珅贪污贪的满山满谷，在皇帝面前他是忠诚，我们是不是能够学到这种智慧呢？但是那个智慧都没有，那倒霉的就会是台湾的企业、台湾的百姓了。可悲的就是明明大家都知道那条明路，如果赖总统一声电话打到投审会，这些所有对美投资全部暂缓，包含现在投资中的650亿美元的台积电的一期建厂工程，后续资金全部卡死不准出去，可不可以做得到？就台湾的行政程序100%可以做得到，可是问题在于他敢不敢做，美方的压力赖清德扛不扛得住呢？
所以我们就来问一下翁批，现在最大的问题，民进党说要跟华府谈判，可是赖清德团队是不是在美国连门都没有？尤其萧美琴被晾在一边包润饼，郑丽君即将来做谈判代表，这是最近最大的消息。以事实来说，副总统没办法进入华府地区，这是台北之间行政上面的限制，所以派出行政院副院长到华府地区来进行谈判。那至于台湾一直在强调台美关系史上最佳，现在恐怕也不能这样提了。川普团队跟美国传统的政治人物不一样，川普团队呢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打入川普的核心圈，没有办法见到他所信任的人，事实上你见任何的国务院的任何层级，这都是虚晃一招。这也导致所有的国家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都必须积极的看看能不能直接通到川普，或者至少是川普非常信任的人。所以我们遇到的状况是，台湾现在释出了这么多的善意，很大的原因有点像是在旁边呢选我选我看我看我，但是他看不见，因为我们真的找不到关键的出口。我必须要补充，台湾就算有再多的外汇存底，事实上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我们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锁死、政治正确的关系，很少人敢去讲。台湾最终的杀手锏其实是两岸关系，两岸关系缓和了，美国讲的不管是军售、军购，任何的事情，对于台湾来都会相对没有那么的严重，也不见得完全要贴死。可是因为我们台湾选择中国大陆完全就是我们的敌人，所以跟着美国走的结果呢，就是让我们自己面对现在的美国政府没有任何的选择。所以刚刚历史哥说我们有很多的筹码，但是这也是美国看准台湾可以掏出更多的关键原因。那现在川普到底会不会遇到挑战呢？其实这才是我们要去看的。欧盟国家说现在要开始非常认真的集结起来，团结的反制川普的关税。北京现在中国大陆也是用强力的方式来做反制，这些反制川普目前的态度仍然是非常强悍，他认为你们呢要跟我比气场，我美国有绝对的实力跟你比气场。现在其实已经进入到了硬碰硬的阶段，像是欧盟国家，川普认为他们是不可能有团结的，那川普也认为中国一定是想要谈判的。川普的这些假设会不会因为这些对手都用强硬的方式来反制，让美国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导致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不同的声音，这个是需要时间验证的。而这个时间恐怕也不会太久，因为美国人民或者是美国的股市金融市场华尔街的大亨们大概也承受不了3到6个月，但是几个礼拜美国还是可以撑得下去。问题是川普赌的是在这个期限之前会有足够多的国家跟我低头，我就可以交代了。所以我们要看嘛，如果真的要面对川普要做出反制，不是台湾或者是哪一个国家单一可以行事的，唯独只有大家都采取同样的路线。可是现在已经有50几个国家低头啦，对川普来说，他现在大概很安心的觉得这招是有效的。